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意识觉醒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清明祭祖需要带上的3样东西，祖先保佑你收获3大福气。这3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今年清明节一定要带上。有缘的朋友，你的福运马上就要来了。当你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就说明你的财运已经悄悄开始变好，尤其是从明天晚上开始，你和全家都会甩掉那些不顺心的事，倒霉的日子会离你远远的。不过，好运可不是随便就能抓住的，你得用心接住它，说不定就能一跃变成大富豪，财运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。赶紧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让你的财运和觉醒之路更稳固。有福气的人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借财借运，给家人和孩子也沾点福气。愿你以后的日子钱越赚越多，内心越来越清明，家庭和睦幸福，福气满满，灾难和霉运永远别靠近你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南北山头多木田，清明祭祖各纷染，只会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不知不觉，清明节的脚步又近了，正好是一年中的上半年。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我们要过清明节呢？我听过一个很贴切的回答，今天分享给大家。时间像一条长河，日复一日的流淌，而节日就像河边的一个个码头，让人们停下来，感受特定的氛围，把情绪调整到不同的状态，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一些起伏和觉醒。清明节不正是这样吗？路上行人来去匆匆，春雨蒙蒙落下，给这个节日添了几分忧愁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呢？站在墓地前，遗憾和痛苦是最真实的人生滋味。更重要的是，清明节给了我们一个面对死亡、学会告别的机会，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要觉醒内心的方向，看清未来的归处。清明节最重要的事就是上坟祭祖，这是一个寻根的过程，也是一次意识的觉醒。有人觉得这是迷信，其实不然。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过，祭祀并不是因为鬼神真的存在，而是因为祭祖的人出于对祖先的孝心和敬意，所以祭礼的意义是情感的，不是宗教的。归根结底，这是一种感情的表达，更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方式。如今，祭祀的仪式感越来越淡了，我们更应该好好想想怎么传承下去。好在民间对祭祖和上坟还是很讲究的，甚至流传下来的说法也很多。比如坟上放3物，祖先佑子孙，那这3物到底是什么呢？放了真的有用吗？我建议大家用心去了解。从理性的角度看，放这些东西自然没有实际效果，但从感性的层面来说，它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能唤醒我们的感恩之心，带来不一样的意义，也能传递正能量。如果我们相信它有用，那它就有了觉醒的价值。清明上坟要带哪3物？下面就给大家揭晓，清明上坟要带的3样东西是什么？第1样，贡品。贡品是祭祖时必须带的东西。祭祀结束后，有些贡品要留在坟前，比如香烛，这些必须摆在那里。如果不放这些东西，别人路过时甚至看不出这里有人祭拜过，可能会误以为这是座无主之坟。这样一来，坟墓可能会被不小心踩踏，甚至被忽略。更重要的是，留下贡品还能告诉别人，这家的子孙是有传承的，家族有人照看。这不仅是对祖先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根源的觉醒。贡品的选择也有讲究。古人常说，祭祖要用心，
不能敷衍。比如，可以带点肉类食物，1、2样就够，代表诚意。如果带水果，那就得注意，不能随便挑。有些水果因为寓意不好，是不能带的。以下4种水果尤其要避开。1、寓意不好的水果，比如梨子。春天吃梨对身体好，能增强体质，但祭祖时千万别带。因为梨和梨同音，祭祖带梨就好像要和祖先分开，太不吉利了。2、成串的水果，像葡萄、龙眼、荔枝这些，虽然平时吃没问题，但祭祖时不合适。民间认为，成串的水果有成串跟着先人走的意思，寓意不好，所以要避免。3、空心的水果，空心就是无心，祭祖讲究诚心诚意，所以像香瓜、甜瓜、哈密瓜这些空心的水果不能带。4、多子的水果，在传统文化中，多子多孙是福气，但祭祖时带多子的水果却不合适，像石榴、百香果、火龙果这些尽量别选。推荐带一些寓意好的水果，比如苹果代表平安，橙子代表诚心，柚子象征团圆，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带上这些贡品，不仅是对祖先的敬意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提醒，让我们觉醒感恩的情感。第2样，清明花。清明时节，坟前一般都要放上花。家里条件好的可以放鲜花，像菊花、百合这些，显得庄重又雅致。在农村，很多地方会用一种叫清明花的东西，其实就是纸花，也叫清明伞。这种纸花买回来是折叠好的，要自己打开，然后插在坟头上。为什么要放清明花呢？当地人说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有了清明花，先人就能感受到春天的美好，也能出来庇佑子孙后代。这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也是一种觉醒的象征。清明花还有个作用，就是遮风挡雨。以前人们会在坟前挂上挂青，也就是青色的纸条，代表家族兴旺发达。后来演变成了清明花，但寓意是一样的。放上清明花，不仅是对先人的一种缅怀，也是希望家族延续下去，生生不息。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，我们唤醒了对家族传承的重视，也唤醒了对生命的敬畏。第3样，虔诚之心。祭祖时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带上一颗虔诚的心。这不是实物，但却是核心。如果心不诚，那还不如不去祭祀。古人讲究心诚则灵，祭祖不是走过场，而是要用真心去缅怀祖先，表达敬意。带上虔诚的心，才能求得祖先的庇佑，让日子越过越顺。这是一种内心的觉醒，也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升华。祭祖时不能嘻嘻哈哈，也不能敷衍了事。想象一下，祖先活着时可能为家族付出了很多，甚至还没享福就去世了。作为后人，我们要感恩他们的辛劳，用心去祭拜，才能让他们安心，也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平静。虔诚的心不仅是对祖先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生命的反思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根与方向。清明节上坟的讲究。清明祭祖自古就有很多讲究，意义在于告诉逝去的亲人，我们没有忘记他们。带上贡品、清明花和虔诚的心，能让祭祀更有仪式感，也能唤醒我们对传统的尊重。不过，除了这3样东西，还有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，大家也要用心了解，避免无意中犯错，影响觉醒的意义。1、扫墓时间有讲究。
清明扫墓最好选在阳气旺的时候，也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尽量在下午3点前结束。傍晚以后，阳气减弱，阴气变重，尤其是墓地这种地方，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。如果身体弱或者运气不太好的人，晚上就别去了。清明节前后5天都可以扫墓，但寒食节清明前1天不行，这天阴气重，不适合上坟。选择合适的时间，不仅是对祭祀的尊重，也是对自身状态的觉醒，避免不必要的干扰。2. 穿着要得体。上坟时，衣服不能太鲜艳，像大红大绿这些颜色不适合祭祖的氛围。最好穿深色衣服，比如黑色、灰色、蓝色，显得庄重。女生别浓妆艳抹，素颜或淡妆更好。男生可以戴帽子，脱帽行礼是对先人的尊重。穿着朴素，才能体现出对祭祀的重视。这种得体的穿着，不仅是对传统礼节的遵循，也是对自己内心觉醒的一种外在表达。3. 烧纸钱要烧完。烧纸钱是祭祖的常见习俗，代表给先人送去生活费。但烧的时候别急着走，一定要等纸钱全烧完才离开。如果没烧完就走，不仅不敬，还可能留下火灾隐患，尤其是在草多的地方要格外小心。祭拜完后检查一下，确保安全再走。这个细节看似简单，却能唤醒我们对责任和尊重的意识，避免因疏忽而带来的后果。4. 别带不吉利的东西。准备贡品时，除了前面说的水果禁忌，还要检查纸钱和元宝。如果有破损的，提前挑出来别带。先人用不了残缺的纸钱，也显得不够尊重。另外，像桃木手串、红绳这些辟邪的东西，也别带去墓地，会被认为是对逝者的不敬。选择合适的贡品，是对祖先的诚意，也是对自己觉醒态度的体现。5. 墓地行为要规范。在墓地别乱扔垃圾，别吃东西，更别大声喧哗。祭祖是严肃的事，要保持安静和尊重。如果带了孩子，要看住他们，别让他们在墓地跑来跑去，扰乱先人的安宁。这些行为规范不仅是对逝者的礼貌，也是对自己内心觉醒的一种约束，让我们在仪式中保持专注和敬畏。6. 别把阴气带回家。从墓地回来后，别直接回家，最好先去人多的地方，比如超市、商场转一转。人多的地方阳气足，能驱散墓地带来的不舒服感觉。如果你是敏感体质或者身体较弱的人，可以回家后跨个火盆，用火的阳气驱除可能的阴气。回来后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把鞋子刷干净，能让自己更清爽，也能唤醒身心的平衡感。7. 坟前不说不吉利的话。扫墓时最忌讳说不吉利的话，更别吵架。清明是缅怀先人的日子，应该心怀感恩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如果在墓前发生争执，不仅影响家族和谐，还可能让先人不安。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是对祖先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情绪觉醒的一种修炼。8. 特殊人群避免扫墓。有些人不适合去扫墓，比如孕妇、体弱多病的人和婴幼儿。孕妇情绪和身体敏感，墓地的氛围可能影响胎儿。生病的人抵抗力差，容易加重病情，婴幼儿免疫力低，不宜去墓地。这些禁忌提醒我们，要根据自身情况觉醒判断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。清明扫墓的意义。几千年来，清明扫墓一直是人们缅怀先人的重要方式。
为什么要坚持扫墓祭祖呢？老辈人说，除了纪念先人，还有3个深层意义，帮助我们觉醒生命的真谛。1. 寻根溯源，不忘根本。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很重，坟墓就是我们的根。站在先人墓前，才能真正明白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。唐代以后，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，都把清明扫墓当成一件大事，传承至今。有位老伯伯曾说，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根，走到哪儿都是漂泊。这话让我感触很深，只有祭祖才能找到精神的依托，唤醒我们对根源的认知。2. 铭记教诲，积极生活。清明让我们想起祖先的奋斗和教诲。我们能生活在和平年代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都是祖先努力的结果。扫墓不仅是缅怀，更是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，积极面对生活，让先人在天之灵也能放心。这种觉醒让我们明白，生活不仅是自己的，也是祖先精神的延续。3. 珍惜眼前人。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，人会死3次，心跳停止是第1次，葬礼是第2次，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忘记你是第3次。清明站在墓前，看着先人的名字，想孝敬却阴阳两隔，再看看身边的亲人，才会更懂得珍惜眼前人。这种觉醒让我们意识到，生命短暂，爱与陪伴要及时表达。总结，清明不仅是节气，更是重要的传统节日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清明时节都要回到故乡，带上贡品、清明花和虔诚的心，为祖先送上思念和敬意。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，也是对自己意识的觉醒。点一炷香，插一朵花，聊聊过去和现在，让先人知道我们过得很好，也祈求他们保佑我们平安健康。觉醒的过程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，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请点个赞，订阅我的意识觉醒频道，或者分享给家人朋友。愿你内心清明，生活幸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